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在这球场，我们说同一种语言。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足球棒球赛的冠军赛。那今天是2025年的8月17号，我们来到台北新生公园的棒球场，一起来欣赏这相当特别又非常有意义的棒球赛事，我们也相当开心。这场比赛就是邀请到我们的身障棒协理事长，也就是我们赛事的主办人潘伟杰来担任球评，还有我林志儒担任主播，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来一起为大家服务。理事长您好。主播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那现在这边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年出口杯现在的直播赛事，现在多元组的冠军赛可以透过我们的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动资 Sports 还有 Hub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都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比赛的转播。那现在是今年第10届出口杯棒球赛多元赛事组第2天的赛事哦，要来看到就是整个多元组的冠军赛，要由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来对上我们的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哦。也是相当特别，尤其是在今年整个多元族群的竞赛之下，在先前也有看到有包括女子棒球队的参加，也有我们整个身障棒球协会的战神的蓝队跟黑队也都有参加比赛。那现在经过2天的较量哦，最后一场的冠军赛就是要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要来对上我们的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哦。那今年比赛也比较特别，其实真的我个人是觉得相当有意义啊，这个非常特别又很有意义的比赛，已经拜到第11届了出口杯。对，相信以理事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能够光是突破到能够办到第10届就相当不容易，还能够延续这样赛，而且真的是每年都越来越丰富，包括今年像刚刚也有跟参赛者这个洛邑棒球队的陈志强，他也来担任球评，又聊到他觉得今年的赛事也更加的特别不一样哦，也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场边其实还有特地找到了来应援团来整个加油助阵的部分哦。对啊，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思考怎么让这个赛事可以更完善跟更完整了。对，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其实也有跟更新护校去做一个合作，那他们就是总共我们4天的赛事，然后他们就分成八个分组，然后会有大概一场50个人，然后会来帮忙助阵，帮忙选手加油这样子。了解，那现在来看到这场比赛，先攻的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的先发打序，第1棒是谢胜成，第2棒蒋俊贤，第3棒江仁琪，第4棒高瑞祥，第5棒林伯逊，第6棒郭瑞仁，再来是刘盈利、尤松林以及黄诗凯。至于这场比赛先守备的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先发的守备位置，先发投手是方复兴，再搭配的捕手许荣宏，1垒手杨树山，2垒手福贵郎，3垒手金正胜，游击手林新发，3位外野手从左至右分别是陈明贤、林兆雄以及黄信福。哇，那现在巴哥浪这场的先发投手方复兴方大哥，在先前稍早的比赛又担任我们比赛的球评。而且其实在当时比赛中并没有机会提到他，其实过去大家可能比较资深的棒球迷会比较知道他其实过去姓牛叫牛复兴哦，其实过去是曾经打过中华职棒兄弟象的成员哦。今年已经63岁了，方大哥过去打过中华职棒，也是黄衫军的成员之一啊。而且他好像也是现在也是算是社区少棒亲子勇士的总教练嘛。是，对。至于云豹这边第一位上场的是第1棒谢胜成。哇，这边稍微偏低落了一下哦。
捕手好像是我们年纪最长的捕手，好像是75岁吧，对不对？是。再来看一下这球，在有落地的挥空情况之下，依照我们出口杯的这个友善规则是并没有不死3振这个规定哦，所以刚刚就是直接是判定3振出局，1人出局。对啊，其实我们当初在定这个规则，大概从第6届、第7届开始，从一开始第1届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研拟这种规则到底要怎么样去让各个族群可以去做更完善、更共融的一种方式了。是，所以我们在从棒球规则为基础去做了很多的调整，像是你们可能看到，可能只能跑到2个垒包，那这个也是说，在长者方面，在这方面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比较安全啦。是，现在回到比赛场上，这球前面哇，最后是形成了界外哦。虽然说第一时间球落点是在投手前哦，但最后是转出了界外。我们这个巴格朗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方复兴大哥也很有经验啊，因为刚刚那球他要是勉强上前守备，基本上以时间上来看，应该会是来不及的状况。现在让球数形成良好球，打击的是背号22号云豹天障骑士队的第2棒蒋俊贤。其实，在不老棒球方面呢，他们其实是正常的不老棒球联盟，他们是65岁以上，但是我们也是因为友善规则，他们原本只有14公尺嘛，是，那必须在打这个是要到18.44公尺，然后正常的垒距、跑垒的垒距，所以他们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沟通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修到55岁这样子以上的长者这样。对，所以这一次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的报名名单阵中最年轻的是有56岁的成员哦。不过算一下平均年龄，整队的平均年龄还是有到66岁哦。对，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啊，大部分都是真的是场上很多大家可以说是。大概都是爷爷自备的成员哦，还是能够持续在棒球场上来享受这个运动。对啊，像昨天我们选手职业他们的像是管理吧，就说他们还要再打20年。哇，这个能够再打20年，哇，那阵中如果已经有，比如说有75岁的选手的吴俊荣这位选手，到时候再打20年就是95岁啊。好，是蛮期待他真的能够到时候再打20年啦。真的。好，回到比赛当中，现在一局上半已经2人出局了，打击现在云豹天障骑士队轮到背号65号的江仁奇。哇，好球进嘞！这里巴格朗的先发投手方复兴是位左投，且看得出来确实很有经验了哦。对，整个基本功相当的扎实，动作都还是在啊。不过现在球数上是打者取得领先，1好2坏。其实昨天在跟战神比赛的时候啊，听障云豹骑士队，那个时候他们在最后逆转胜嘛，是，对我看他们的那个选手啊跟教练，哇，脸眶都泛泪了呢。哇，是，对，他说哇，他们可以打到冠军赛了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尤其以去年来看，云豹天障骑士棒球队最后是拿下季军哦。但今年是在预赛的表现就相当的突出，直接一路挺进冠军赛。哇！结果这边牵制抓到了，没有他们这个其实已经out斗了，他必须回垒的。是，对他这样子。结果反而传球的时候是打到了跑垒员的身上哦。但最后是。来看一下这边，因为第一时间没有成功传球的情况之下，
是形成了安全上垒。那现在变成在一局上半，云豹听障骑士队有跑者攻占得点圈。打击轮到背号42号，也就是云豹骑士的第4棒高瑞祥。哇，这球打得很强劲！哇哇哇！外手第一时间处理上又夺落了一下，来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来不及。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在一局上半是率先抢下分数。哇，再来看高瑞祥这个击球哦，打得确实相当的强劲。这左外野手福贵郎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确实的掌握好哦。两人出局，但云豹听障骑士是率先抢下分数，现在一局上半还有在延续攻势的机会。一垒上的跑者打击轮到的是背号53号的林伯逊，这边再做一个牵制。哇，内角稍微偏低了一些哦。球数来到1好1坏，哇！这边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方复兴，目前来看可能控球出现一些状况哦。球数来到1好3坏，一垒上是刚刚敲出安打并打下了分数的林伯逊，有了哦，抱歉，一垒上是高瑞祥，现在打击的是林伯逊。球数来到2好3坏的满球数。但这球是外角比较明显的坏球哦，打者林伯逊是选掉，现在形成4坏球保送上垒。现在已经先抢下1分的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在一局上半2出局之后攻占1、2垒，有跑者来到得点圈。继续打击，轮到背号9号的郭瑞仁。其实这是我们办这个出口杯以来第一次最多队伍的一次了。是对，因为我们包含了视障组，总共有10队嘛。是。那视障组有4队，然后3队在双北，1队是在高雄，这样子。对，因为今年好像也是第一次将这个多元组跟这个视障盲棒组在直接一起来做进行的比赛，这样子。对对对，我们就一次2周，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下去，一起齐力发声，它的力量才会更大，是让更多人知道哦，这群人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特别，都还可以拥有打棒球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是。哇，这球打进场内，结果穿出去了。哇，现在又形成一支安打，在2出局之后，这边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又在抢下分数。来看一下背号9号的郭瑞仁，又是敲出了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哦。云豹听障骑士现在比数来到2比0。而且是1、3垒有跑者的情况，还有机会再来继续抢分。
打击轮到背号18号的刘盈利。这球切到打高了，来看守备机会，由二垒手稳稳的接近手套当中，3人出局。不过云豹天障骑士棒球队在一开赛就大有斩获，一口气攻失2分，现在取得2-0的领先。欢迎回来，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多元组的冠军赛，这场由巴格拉山枪不老棒球队对上云豹听障骑士队的比赛哦。比赛来到一局下半，在一开赛，云豹听障骑士就先攻下2分，现在取得2-0的领先。这边来看到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先发打序，第1棒林兆雄，第2棒陈明贤，第3棒许荣宏，第4棒方复兴，第5棒福贵郎，第6棒黄信福，第7棒金正胜，在林新发以及杨树山。这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的先发守备位置，先发投手是李哲宽，搭配的捕手是蒋仁奇，一垒手高瑞祥，二垒手蒋俊贤，三垒手刘盈利，游击手林伯训，3位外野手从左至右分别是黄诗凯、郭瑞仁以及游松林。在刚刚一局上半，云豹听障骑士的打线就先攻下2分哦。再来就看先发投手李哲宽，在一局下现在的投球表现如何？那以昨天的比赛来看，云豹听障骑士的表现，尤其在对上桃园悟空女子棒球队是展现相当凶猛的火力啊，是以17-3赢球，后续也是逆转4-3击败了战神深藏棒球队战神黑队哦。好，现在一局下半的比赛开始。云豹听障骑士的先发投手李哲宽，球数上现在是处于落后哦，没有好球，2个坏球。这球拉向左半边方向。这边巴格浪山枪的第1棒是背号1号的林兆雄哦。在前一场比赛，他们对上这个洛以听障骑士队，他是担任第4棒的位置啊，也展现出很不错的打击的能力哦。哇！这球打向3垒方向，但拉来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到，来快传1垒，这边是来不及喽。现在巴格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一局下半反攻就有个好的开始，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打者是顺利的上到1垒的垒包。
但可以刚看到后面补的游击手，其实整个接球传球动作相当的漂亮哦，只是时间上已经稍微来不及了。其实云豹天障骑士队他们其实蛮多选手都蛮厉害，而且战一垒手的这位大哥，其实他以前也是打甲组的选手。对对对。那他们现在的总教练也是邓志伟。哦，是，对对对。嗯。六跑者，哇！但这个外角第一打者是挥棒落空，遭到3振出局。云豹天障骑士先发投手李哲宽，这时候先标出了一记3振。追出去了，对，被变化球吊到，追打了一个外角的坏球哦。其实每次看他们都像是长者们，他们其实每次都很多人报名，然后因为我们是跟红道老人基金会合作嘛，是，对，那他们就是透过他们去报名，然后他们就很多人看抽签，然后看看到底是谁可以参加这样的赛事。其实每次都看到他们很开心的能够终于我抽到我可以去打出口杯，我觉得其实都很感动。对，这感觉也是形成这个一年一度，也算是一年一度的棒球盛会哦。可能对于像这些高龄长者的棒球，或是对于身心障碍的这些棒球队来说，对啊，非常棒的一个棒球嘉年华的概念。因为身心障碍，其实身心障碍族群在台湾的比赛，其实一直以来都基本上是没有的啦。对，那我们才能够我们才想办法去让这群人结合起来，然后可以去帮他们办一个杯赛，这样让他们至少有地方可以去打球。是，好，现在看这就是集成的界外，而且真的确实是一年比一年，我觉得不管是以球员或者是像我们媒体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是一年比一年有新，也办得越来越盛大哦。像今年我当然在过去就会常找蛮多可能职棒球星来站台担任所谓的亲善大使哦，可能像包括之前的高国庆，对，同一时间退休的球星高国庆，那今年是请到了台钢雄鹰的陈文杰哦，有来担任亲善大使的部分，而且今年也是特别有找人来写所谓的主题曲的部分了。对，其实我们从第7届开始就有亲善大使，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江建民。那后来到了邓志伟，然后到了高国庆，然后今年有幸可以邀请到那个台钢雄鹰的陈文杰担任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能够邀请到他也是我们运气好啦，对，不然其实都是赛季的期间，然后他很有这个公益的活动，那刚好他在做他的可以让他可以回到球场上的准备嘛。对，他说那他可以在这个休息时间可以去协助这个公益的活动来帮忙我们这样。是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在今年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哦，当时趣味跑垒大赛，这个高国庆当时是以一个神秘嘉宾的身份出席，他其实那时候身上穿的就是出口杯的衣服哦。对，他说他超喜欢的，所以他那天一定要穿着这件衣服去出席这个去出席明星赛这样子。对，也是好好的推广这个活动。哇，那现在回到场上，哇，刚刚方复信大哥是敲出了左外野深处的长打，让八杠山枪不老棒球队在一局下半2人出局的情况之下，也来到得点圈了，2-3垒有跑者。哇，这个紧张了，等于自己丢了分数，自己打的概念哦，想办法自己代表追平分，先站上了2垒垒包。对，就看这一棒能不能了啊！是，这次打击是背号35号的福贵郎哦。哇，中间高弹跳，哇，但投手接到之后传往1垒没有问题。云豹天障骑士棒球队在一局下半成功化解了2-3垒有跑者失分危机，现在比赛第一局打完，云豹天障骑士保有2-0的领先。
好，欢迎回来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多元组的冠军赛。这场由云豹听障骑士队对上巴哥浪不老棒球队哦。比赛来到2局上半，在前个半局1局下半，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其实也有攻占得点圈的得分机会，但最后云豹听障骑士的先发投手李哲宽让对手击出一个自己面前的滚地球，自己处理之后抓到第3个出局数，化解了失分危机。现在就来看到打线在2局上半有没有办法再给他更多的火力支援哦。第一位上场的永松人这球打向外野方向，最后是进到手套当中。有背号接得好，接得好。对，由巴哥浪背号1号的林兆雄成功将球给接进手套，自己也笑得很开心啊，跑了蛮长一段的距离啊，但这个判断算是相当的及时。这里云豹听障骑士继续打击的是背号48号的黄诗凯。这边偏低的球积极出棒，扫成了界外。那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持续投球的还是他们的先发投手方复兴哦，所以过去也是投过。站上过职棒舞台的选手，在刚刚打击的时候也是有敲出长打，但很可惜后续队友们能将他给送回来，没有办法抢分。来到2局上半是持续他的投球，也好两坏的情况之下积极出棒，来看这球，哇，是在右外野手前面落地，现在形成安打。黄世凯这里敲出安打，让云豹听障骑士又成功攻占垒包，稍微挤压到，打到了反方向。这里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是启用代打。由背号2号的肖君竹来上场打击。原本这边应该第9棒的顺序应该会是投手李哲宽哦。这边稍微先做个牵制。球数上是投手方复兴取得领先。好，
这边球虽然说稍微落了一下，不过依照我们这个出口杯的友善规则哦，没有补益了，对碰到就好。只要捕手，不管是你的手套或是护具，只要你身体上有任何地方有碰触到球，那垒上跑者是不能进垒的。这边其实刚刚理事长也有提到，为了让整个比赛能够更加公平顺利的进行，其实当时在制定规则上面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这些所谓的友善规则是在当时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有了嘛，或者说它是怎样才能够渐渐建构起来更加完整的规范？这样。其实我们一直在慢慢修正啦。对，那像是您刚刚说的没有补益这件事情，它主要的是从我们去打那个深圳棒球的一个世界杯，那他们也用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就参考他们这个规则，因为他们有时候比如说捕手他可能是脚不方便的，或者是手不方便，他可能会比较对于接球上面会有些困难。是，那我觉得就跟现在这个适应体育的精神一样，改了一下规则，然后他就可以让他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些微的调整。那一开始先定出了一个大方向，然后每一年可能像不老加入了，我们就开始以前打出去是可以跑完全部垒包的哦。是，对，然后到不老加入了，那可能他们只能跑2个垒包，这样的规则也纳进来。对，然后在大家领队会议的时候，其实常常在做这些的讨论，这样子。对，就是每一年不断的去修正哦，让整个比赛能够更加的完善。现在看这球三垒方向，哇，但要再接起来是已经来不及了。哇，这边想要往三垒来进行抢垒，但这边反应相当的及时，传过去 take 到之后，哇，这边要来看。可能会先判一个妨碍跑垒的情况吗？来看这个处理，三垒手往前，第一时间知道望一来不及，哇，但并没有及时的注意到原本二垒上的跑者。哦，对，这边传过去球并没有办法及时接住。对，也是稍微受到碰撞的情况之下。不过现在场上又出现可能还是有些变数哦，因为可以看到原本打者是重新回来，那刚刚垒上的跑者再回到垒包。持续还是由2号的肖君主来打击，那可能刚刚最后是裁定是先是个界外球哦。哇！不过这球就打向了左半边深处，这球就是在界内了，是形成一支长打。这边背号2号的肖君主是敲出了2垒安打。再来看这球，哇，整个挥棒相当的扎实。变成云豹天障骑士棒球队在2局上半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又来到2、3垒跑者的得分机会。继续打下，轮到背号22号的蒋俊贤。裁判在帮捕手按摩、马杀鸡一下，可能捕手比较紧张了一点。对。好，这球方复兴巴格朗布劳棒球队的投手方复兴是成功塞了进来哦，取得好球数，球数来到1好1坏。
但现在又是连续的丢出了坏球，形成了4坏球保送。哇，这对防福信大哥来说会投的稍微比较辛苦一些哦。变成2局上半1人出局满垒的局面。打击要轮到背号65号的江仁琪。现在场上是先进行换投了。这边要来看到是要由背号35号的福贵郎来接替投球任务。一开赛他也是主要是正手外野的位置哦。那守备这边也出现更换。是背号36号的廖启宏这边要来镇守一垒。其实很难想象自己如果在60几岁，还能够那么健朗的在投手丘上投球，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呢哦。对，尤其他们其实蛮多成员，可能要想他们真的在这个运动上已经真的接触很久了，一直到可能他们很年轻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棒球，但一直能够延续到现在50岁、60岁，甚至超过70岁了，还能够持续的这么喜欢这个运动哦。对，你光别的不讲，你光是今天你看在现在超过30度的太阳底下，对，你能够在这边连续打2场比赛哦，能够顶着这么热的天气来在场上来运动。对，大家其实你在场下的时候听着他们也不会喊累，对，他们反而很 enjoy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不老这边其实也常常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可能以前都小时候打棒球，但是后来长大后工作没有机会了，一直到退休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还有时间可以重回自己以前的梦想跟兴趣这样子。好，现在比赛继续，满垒状况下敲第一球做攻击，落地形成安打，这下云豹听障骑士队又要来增加分数了。而且是一口气回来2分。现在这一位都是云豹骑士队的，他们叫做抗癌斗士啦。是，对，他其实有得了癌症这样子。但是他不管虽然有这个病，但他还是很认真的面对球场上的每一颗球。对，而且现在来看表现也相当出色哦。满垒的情况下，敲出了一支长打。继续打击，轮到背号42号的高瑞祥。最后打进场内3垒方向，3手挡了一下。哇，这下只是没有办法抓到任何一位跑者哦。云豹听障骑士又在追加分数，刚刚背号22号的蒋俊贤也成功冲回本垒。再来看一下这一球，3垒方向打得非常的强劲。这个游击手再过来补位捡起来是来不及了，让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现在已经来到5-0的领先。又是3垒方向，这边自踩垒包之后再传往2垒，但已经来不及了。
过还是成功抓下这个半局的第2个出局数。看林伯勋打的这一球啊，确实是相当强劲哦。先踩3垒之后传往2垒，其实就算接到，时间上也是来不及了。继续来打击轮到郭瑞仁的打击打高了，哇！结果最后还是落地。这边 Tag 有没有抓到？是成功抓到，这边已经离垒过远的林伯勋。那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也终于说到这个半局的第3个出局数。但云豹天障骑士队在这个半局又攻下4分，现在2局上半打完，已经取得6-0的领先。好，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场多元组的冠军赛，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跟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赛事要来到2局下半。巴哥浪这边定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30号的黄信福。哇，看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在刚刚上一个半局2局上半又一口气攻下了4分大局哦，现在已经来到6-0的领先了。哇，这边积极做进攻打高了，提前落地，哇，这个位置有些尴尬，但最后弹出去是形成了界外哦，运气稍稍差了一点点。再来看一下这颗球的落点的位置，哦，其实落点确实非常的尴尬，但也是说云豹听障骑士队的成员反应也很快哦，在看他整个落地之后的方向是判断会出界哦，也没有再去碰触球哦。之后打向3垒方向，接到之后转身快传1垒，哇，非常漂亮的手背动作。云豹听障骑士的先发3垒手刘盈利，哇，这球接球之后转身再传球，一气呵成哦，顺利抓到了打者，1人出局。那当然，在前面理事长跟我们分享到，就是很多的友善规则，其实有蛮多是参照在去出国比到世界这个身心障碍棒球赛之后的一些
制定出来的能不能大概跟我们分享，在先前可能出国比赛有看到，可能国外在哪些制度上，或是说整个这些多元族群的棒球赛有哪些更加完善的地方，是我们可能国内不管是以球员、球队，或是整个制度下可以更加学习，让这个赛事更加丰富多元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我先介绍我们协会好了啦。是。那我们协会其实现在专门在推台湾的身心障碍的棒垒球运动啦。是。那我们总共分为3个组别，一个是身障组，那身障组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战神身障棒球队，那另外一组叫做视障组，那就是盲人棒球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身心障碍的乐乐棒组，那就不顾名思义就是他们是打乐乐棒的。那这个每个组别里面呢，其实都有课程啊，然后有球队啊，然后也有赛事，然后甚至在身障组跟视障组，我们都有国际赛的部分。对，所以我们在这些的，我们其实是已经在做建立一个像是身障棒球大联盟的一个系统，让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在这边，你来到这边，你有球队打，你有课程可以上，你也可以去有机会成为那个的国手，这样。是，我先哇，这个，现在看这球传高了，但一垒手反应很快哦。云豹听障骑士队的一垒手42号的高瑞祥，刚接到之后，其实传球是完全偏掉了，但自己反应很快。再来看一下，接到之后第一时间往回踩，哇，这个腿很长啊，硬是比打者快了一步，2人出局。那其实我们在打一些世界杯啊，像是世界身障棒球大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都还在发展所谓的竞技端，但是我们去到那边之后看到了，他们在身心障碍棒球上面，他已经把它先普及化了。是，他们是1000多个人去选18个人打这种世界杯的。是，对。那我们台湾应该要做的是先把这件事情普及化。所以我们才在做这些事情。那普及化之后，慢慢的这群人可能有人慢慢的有能力了，然后甚至未来可以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然后甚至可以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对，那我觉得这是在国际上面看到他们真正的多元共融了啦。是在回到比赛场上就打到3垒方向，接到之后再传往1垒没有问题，3人出局。那巴格朗代表队这场2局下半并没有分数进账，现在前2局打完，还是有云豹听障骑士队持续保持6-0的领先。接下来欣赏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多元组的冠军赛的比赛现场。现在比赛来到3局上半，由进攻的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8号的刘盈利。哇，这就是刚刚的3垒手。对，在刚刚的守备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哦。
对，那刚刚在上个半局，理事长也有谈到，就是台湾要达到可能更加的普及化。对，当然以目前出口杯，我记得参赛队伍是属于算抽签的部分嘛。对，那这个可能或许未来是不是会？当然今年已经有讲过是队数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或许将来有没有机会再把整个比赛规模再扩大，让更多的一些多元的队伍也能够有参加的机会，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啦，就是未来其实也一定要慢慢的在扩大，然后让这个赛事可以连续更多的周数，然后因为毕竟大家还是平日是有工作的啦，所以我们还是只能利用假日的时间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对，那我觉得未来说不定20队、30队都有可能。那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杯赛，让大家知道这群朋友之后，我们透过这个倡议，让更多人可以遍地开花。是，那也是期待有更加多元蓬勃的发展哦。那回到场上，刚刚背后20号尤松林击出3垒方向的滚地球，最后是在1垒前遭到刺杀。现在2人出局。巴格朗布劳棒球队的投手是第2任的投手，背号35号的福贵朗哦。现在这个半局感觉状况还不错，不过刚讲完，现在看到这球打得很高哇，又是一个欧巴的长打。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在2出局之后，由背号48号的黄诗凯敲出了一支长打。2出局之后又攻占得点圈。透过传播再来看这一球。哇，这个完全扫出去咬中哦！继续打击，轮到背号2号的肖君竹，这是刚刚的第9棒，是。又打向3垒方向，哇，这个半局相当考验巴冈的3垒手，这里是成功抓到3人出局，结束3局上半。云豹听障骑士队的进攻，这个半局并没有办法拿下分数，但还是保有6-0的领先。继续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多元组的冠军赛。那这边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在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动资 Sports 还有 Hub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都会带来转播的服务哦。现在比赛要来进行到3局下半，由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杨树山，背号31号的杨树山，他也是今天巴哥浪在前一场比赛的先发投手哦。我先来看到这球打向中左外野方向，哇，中外野手退后之后成功接近手套当中，郭瑞仁接得相当的漂亮，1人出局。
至于刚刚这球感觉是打得蛮扎实的哦，但云豹听障骑士这边守队的表现更加精彩。打击继续轮回到1号的林兆雄，哇，内角高的位置捞起来，不过最后是形成了界外哦，但整个挥棒的感觉相当不错。形成界外飞球，球数上要记1号球。这球走外角是让打者挥空。偏低捞起来，哦，但最后应该还是有擦到球棒哦，是形成界外。球上是投手取得领先，2好0坏。我还记得好像在第9届的时候，是，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云豹天障骑士队得冠军，是，然后最后他们是对战神队，那个时候是黑队，对，那最后逆转胜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整个全部呐喊，然后冲出来那个画面，那真的是很感人。我那张照片现在都还留着。是。对，确实，虽然说这种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大概为期2天的短期杯赛啊，但真的是1年一度的棒球盛会，这种感觉能够赢下到最后的冠军，可能就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点像是整个大联盟的世界大赛冠军的感觉哦，那种的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哦。哇，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这罚球还是稍微偏内角了一些。我们背号1号的林兆雄大哥选到保送上垒，这边动作也是蛮俏皮的哦。那其实以多元族群这样子，不管是身障或是听障球队的情况之下，理事长这边大概有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有多少支这样子的球队在运作？你说棒球队的话，其实在以肢体障碍为主的就是战神队啦。是。那战神队因为大概40多个人，所以我们在打出国杯的时候，就是看分成2队来比赛这样子。对，那听障队的话，其实目前台湾就是这2支专门在打棒球的，是，就洛伊跟我们的云豹听障骑士队。是，对。那女性跟长者那个现在其实蓬勃发展的还不错，对，都其实看都已经有大概16到20几支左右的规模了，是，所以他们才会需要去抽签打这个赛事。对，其实也有看到有网络上一些关于球员，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身障跟听障球员的一些介绍，都有提到，其实蛮多都是一些不管是身障或是听障的朋友，他可能自己本身对于棒球相当有兴趣，然后也是自己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球队的资料哦，然后就自己去找到他们的联络方式，然后就加入了。所以如果您是现在也是一样，或者是不管是身障或是听障的朋友，在看到这场比赛，对于想要来参加这个球队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想办法去主动联系到，不管是听障棒球队或是这个身障棒球队，他们都会非常欢迎有新血的加入哦。对，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有些选手，我们去参加明星赛的开幕嘛。那个时候，只要一开幕完之后，可能我就接到2-3通电话，说他们想要打棒球，想要加入身障棒球队这样子。对，那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来的朋友啦，不管是心智障碍或者是听障等等的，也会问我们，他是不是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就去把他们分门别类，去找到他们可以打的地方。比如说听障队，我们就推荐他去听障朋友，他就推荐他去听障队去打棒球这样子。对。
确实相信能够来主动找上这些球队的话，他们绝对是敞开，非常欢迎大家啦。哇，这球是让打者挥空，球数上形成1好2坏。那现在是2人出局，有1位跑者在1垒垒包。还是在走外角比较低的位置。哎呀，哇，在1好3坏的情况之下，云豹天上骑士棒球队先发投手李哲宽，这球还是稍微偏外侧了一些，又投出了4坏球的保送。也让巴克浪在3局下半2人出局的情况之下，现在是形成1、2垒有跑者有攻占得点圈的。2人出局，1、2垒有跑者。打击是重新轮回到巴格朗这场的先发投手方复兴哦，方大哥在前一轮打击是有敲出长打的哦。哇，这边控得很准哦，李哲宽又是一个好球塞进来。1好1坏，2人出局，1、2垒有跑者，稍微偏高了一些。哦，这边主审是主动叫了暂停。哦，抱歉，是云豹天障骑士棒球队这边是喊出了暂停，然后教练上到投手丘，先来跟投手再做沟通一下。这球是打成了界外球，球数来到2好2坏。方复兴的打击关键了哦，是他在前一次打击的时候是有敲出长打的，偏高球路打进场内，来看一下处理的机会，哇！但最后回身想要再传2垒，是没有人守备球员在2垒上的。是形成了 OSF 的局面。也让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在3局下半2人出局之后攻占满垒。来看一下这一球，哇，第一时间有些混乱，想要再传2垒，发现哇，并没有人在2垒垒包上哦，变成没有办法抓下任何一个出局数。哇，一样又是高弹跳内的位置，这边接到之后自己踩向2垒垒包。没有问题，也顺利抓到这个半局第3个出局数。那3局下半，巴格朗是没有办法攻下分数，留下满垒的残垒。
好，继续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个多元组的冠军赛的比赛现场。现在比赛进行到4局上半，要持续由身穿白色球衣的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来做进攻。哇，这球打进场内，游击方向要来考验一下游击手，接到之后再传，但来不及了。对。不然其实接得很漂亮哈。对，在传球上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延误哦，但主要是因为我们出口杯是软式棒球啊，在弹跳会稍微慢一些些。再来看这球，哇，其实一垒手接的也相当漂亮啊，这个弹跳算得相当的精准。不过最后没有办法成功抓到打者。是让背号22号的蒋俊贤成功站上一垒垒包。现在4局上半，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的进攻又有一个好的开始。继续打击轮到背号65号的江仁琪。那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在投球的依旧是背号35号这场比赛团队的第2任投手福贵郎哦。一垒跑者球数1好3坏，哇，偏低，但打者机器出棒，形成界外。内角低的位置并没有办法投进好球带哦，打者成功选掉。这边江人骑士靠着保送也站上垒包，现在让云豹听障骑士在4局上半没有人出局，变成1、2垒有跑者。接着打击是轮到第4棒42号的高瑞祥哦，其实过去也是甲组球员出身哦。曾经打过，当时还是叫台湾体院台体大的球队，那也曾经以借将的方式参加过当时中华职棒兄弟象跟新农牛2军的比赛。在前面不管是打击，手背也有相当亮眼的表现。积极出棒，但是形成了界外球。球数来到1好2坏。哇，这球感觉打得相当的扎实，来到左外野方向，这里接球又稍微落了一下，又要形成长打了。原本2垒上的跑者顺利回来得分。在4局上半，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又在追加分数，靠着高瑞祥的长打，现在已经来到7比0的领先，而且还是没有人出局，2、3垒有跑者的局面哦。来看一下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哦，是稍微提醒一下，应该是要进行换头喽。哦，并没有，抱歉，是稍微走下来，主动再跟捕手去做一下沟通哦。背号35号的投手福贵郎，现在来继续来投球。啊，也替这位大哥加油哦！光是要在这个天气下继续的来在场上做投球，就相当的不容易哦。3垒方向接到之后，看一下3垒上的跑者再传往1垒，哇！但是这边传偏了。这
这下是云豹听障骑士又要来追加分数。哇，这就比较可惜了一些哦。再来看一下这球，背号53号的林伯逊打向三垒方向，其实第一时间接得很不错，但这个传往一垒的时候，一个弹跳让背号31号的一垒手杨树山并没有办法确实接到球，让云豹听障骑士攻下这场比赛团队的第8分，现在已经来到8-0的领先。打击轮到背号9号的郭瑞仁，现在并没有人出局哦，2-3垒有跑者。那依照我们出口杯的规则，先来看一下这一球，还是打穿了，打到右外野了。对，现在变成又来追加分数。这里再攻下一分，云豹听障骑士队已经来到9-0了。再通过转播看一下这支安打。那我们以今年第10届出口杯多元组的竞赛规则来看哦，比赛是采7局2小时制。那在完成4局之后，有一边领先10分的话，那其实裁判是可以来提前裁定结束比赛的。所以他们现在不老要把它守下来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啦。对，必须想办法不要被口斗哦。对。三垒方向，哇，这接得很不错，先传2垒，但刚刚三垒上的跑者是趁传的情况之下，已经先回到本垒得分了。这边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是顺利抓下一个出局数。不过还是让云豹听障骑士队攻下这场比赛的第10分。但至少是有先一人出局啦。以对巴格朗的球员来说，就是要想办法尽量还是维持在现在10分差的差距来看，之后再来看下个半局有没有办法来添加一些分数哦。继续打击，轮到谢云珍，在前个半局是替换守备上场，现在上场打击的机会。投手面前的正面滚地球接到2垒，传往2垒之后再往1垒送。double 吗？对，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双杀 double play 哦，很漂亮的守备，但云豹听障骑士队在这个半局又攻下4分，现在已经来到10-0。等等4局下半要来看到巴格朗的反攻。
欢迎继续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这个多元组冠军赛的比赛现场。好，现在看到这球打击游击方向要靠近游击手的手背，但拉来下没有办法及时完成哦。比赛来到4局下半，身穿蓝色球衣进攻的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第一位打者就成功上垒。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上垒哦，因为他们现在是落后，已经来到10分了。依照比赛规则，如果4局打完有一方是领先10分以上的话，裁判是可以裁定来提前结束比赛的。现在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的老大哥们要想办法加油，让这场比赛可以延续下去哦。打击轮到金正胜。3垒方向接到之后，先看下2垒，再往1垒传，没有问题，至少先稳稳抓下第一个出局数。那对巴格朗来说，至少还是有达到推进的效果。其实我之前听到一段话，他们说，如果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看到越来越多的长者，看到越来越多身心障碍者，就表示这个社会已经共融了，因为他们已经可以真正从家里走出来户外了。那更何况棒球场，他们真的能够在那边打棒球场，那真的是他们都可以走出来运动的。是，对啊，对，这个也让现在听了也是让你觉得真的蛮有感的哦。如果能够让，我觉得当然非常佩服这些不老棒球队，可能已经高龄50-60岁甚至70岁的长者朋友们，还是能够继续保持对运动的热情，愿意出来运动。另外，同时对于我们的多元族群，不管是身障或是听障，甚至到下一代也有视障的朋友们，也是能够继续热爱运动，尤其热爱棒球这项运动，愿意走出家门来，不管是要来参加运动，甚至是说这是也等于是增加他们社交的一个机会哦。对他们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对啊，对，这边也是讲到，在下个礼拜我们出口杯就会进行到这个视障棒球组的赛程哦。对对对，那是很不一样的哦。对，那在台湾转播也只有上次1次而已，然后这一次会是第2次的转播。对对对。到时候也是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这个身心障碍棒垒球协会的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带来比赛的转播服务。而且下礼拜的第一场24号第一场会是真宫曾文成来当球评。对，只要是棒球迷应该对他的声音都非常的熟悉哦。好，再回到这场比赛，现在4局下半。一人出局的情况之下，巴格朗山枪不老棒球队是攻占1、2垒。球速良好一坏的情况之下，云豹听障骑士先发投手李哲宽这球稍微偏低的一些球数来到2好2坏。还是外角偏低，满球数126跑者，哇，这球边边角角控得非常的精准。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的先发投手李哲宽，这里标出了一记3振，2人出局。再来看这球的位置，确实投得相当的漂亮哦。上打者杨树山定在原地，也没有做出挥棒，遭到3振。哇！现在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选择近远故意四坏球保送我们背号1号的林兆雄哦。他上一个打席是打安打，是不是？对，其实，在前一轮面对这个林新发选手，也就是我们中职乐天奥运球星林立的父亲，
云豹听障骑士也是选择故意四坏球保送啊。这边选择要跟下一位打者来做对决哦，两出局满垒。对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来说，距离提前结束来赢下今年出口杯多元组的冠军，就只差最后个出局数。哇，这边好球塞进来，球数来到1好2坏。这球打成内野上方的飞球，由投手自己下球来接近手套当中，3人出局，也抓到这个半局的最后一个出局数。那也最后依照比赛的规定哦，前4局打完，现在4局10分啊。对，4局10分，提前结束比赛的规定。那也就恭喜我们的云豹听障骑士棒球队，是拿下了今年也是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整个多元组的冠军。哇，而且最后是以10比0提前结束口斗赢球的方式哦。全场敲出了11支的安打，而且先发投手李哲宽的投球表现也是相当的精彩。最后是以10比0，云豹听障骑士队是击败了巴哥浪山枪不老棒球队，以10比0来拿下今年出口杯的冠军，恭喜他们！好，那最后真的也是多元组的赛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边当然是请我们理事长稍微，我觉得不管是针对球赛内容，或者说今年出口杯举办至今哦，办到现在第11届了。那现在多元组的赛事打完了，在这项杯赛上面还有什么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未来或许大家除了可以，当然还可以顺便要来继续关注我们下周也有视障组的盲人棒球的部分嘛。那当然，以今年多元组的状况来说，有没有看到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部分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其实这样我们也是首次这样子2周的赛事一起去打啦，所以我觉得在视障朋友他们打球其实是用 NBBA 的美式棒球的一个系统去做这件事情，那会有他们的球是会有声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下礼拜的那个转播赛事，然后可以知道视障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站上球场去挥洒他们的汗水，我觉得那个会是非常感动的内容。你除了多元组看到不管是听障的、肢体障碍的，或是长者女性他们的感动之外，下礼拜的视障一定可以让你更感动。对，那也再次恭喜云豹听障骑士队拿下我们今年出口杯这个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整个多元组最后的冠军哦。那当然，整个比赛下来，就像刚刚理事长有提到的，不管是身障、听障，然后或是长者，还有以及女性棒球，相信他们在棒球场上展现出来的拼劲跟态度，挥洒汗水，享受棒球这个运动乐趣模样，都让人相当的感动哦。那我们这边准备在此要告一段落，那也提醒大家，我们等一下会有进行颁奖典礼的转播。那这场比赛还是相当感谢理事长奖评，谢谢。我是林柱，也仅代表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还有我们辛苦的手语老师跟听达老师，这场冠军赛的转播就在此告一段落。等等还会继续有颁奖典礼的转播，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拜拜，拜拜。